2020年，英國一間工作室，一場本來只是要幫人處理人生困惑的催眠治療。催眠開始沒幾分鐘，房間的空氣忽然變冷，接着錄音筆停了，手機的電瞬間掉光，備用機也叫不醒，連牆上那個電子鐘都在跳到下午1點43分之後直接熄掉。做這場催眠的人叫 Nicky Dutta， 英國靈媒兼催眠治療師。他不是路邊隨便冒出來的野生大師，他自己的官網上一路排下來，正規通靈認證 Dolores Cannon 體系的 QHHT 執行師 CBT、NLP、薩滿、頌缽、克里亞瑜伽，看起來比很多上班族的履歷還厚。可為什麼偏偏在他把人帶進深度催眠的那一秒，整間房子的電子設備會集體陣亡？躺在那裡的那個人，聲音、語速、用字、氣場全部換成了另一個。 Nicky 問你是誰，對方回了一句話，就是那句話，讓這段錄音在6年後被翻出來，被剪成13分23秒的影片，衝到65568次觀看，1550個讚，105則留言。所以那句話到底是什麼？躺着的那個人又是誰？他講的2026、2027後來真的對上了嗎？而最可怕的是，這段錄音你其實連1秒都聽不到。這一支我們只做一件事，把這段錄音一句一句回放，回放一句就拉一則查得到的真實新聞來對，對上了我們就說对上了，對不上我們也不幫他圓。而回放到大概70%的地方，我們會撞上一個幾乎所有轉述版本都跳過的問題。那個問題一浮出來，前面每一句話的重量會整個垮掉。回放開始，先把來歷講清楚，不然後面全都是空的。這件事第一次被完整講出來是2026年5月16日，一個叫 The Human Horizon 的頻道上傳了一支19分49秒的訪談。Nicky Dutta 本人坐在鏡頭前講他的經歷。那支訪談到今天158000多次觀看，4191個讚。所以我們要非常清楚一件事，這段錄音的來源不是檔案，不是文件，是他本人在一個訪談節目上親口說的。那支訪談的說明欄是這樣寫的：在一次療癒工作中，錄音設備突然停止運作，電池被莫名抽乾。他相信當下可能存在極強的能量活動，而關於人類未來，關於美國，關於全球轉變的訊息就在那時候出現。注意他的用字，他相信，不是他證明，是他相信。這兩個詞差多少？差整支影片。再講一下這場催眠用的是什麼手法，因為這關係到後面每一句話是怎麼冒出來的。Nicky Dutta 的認證體系叫 QHHT 量子療癒催眠技術，創立者是美國催眠師 Dolores Cannon， 1931年出生，2014年過世，前世回溯做了將近50年。1992年還自己開了一家出版社 Ozark Mountain Publishing， 專門出這一類書。所以這不是野路子，是一套有教材、有認證、有標準流程的體系。那標準流程長什麼樣？ QHHT 這一派的設定是把人帶進非常深的夢遊式恍惚狀態，然後直接跟一個他們稱為潛意識或更高自我的東西對話。所以在這個系統裡面，被催眠的人講出一個不是自己的身份，本來就是預期中的事，不是意外，這一點非常重要。我們等一下會回來收。順帶一提， Dolores Cannon 生前反覆講的一句話是，要進入所謂的新地球，第一步是放下恐懼。等一下你會發現，這段錄音裡的內容跟這句話重疊的有點過分。到底是誰在影響誰？還有一個細節，在轉述的版本裡被講得很輕，但它其實是整件事的地基。那天躺在椅子上被催眠的不是一個路人，依照轉述，是一位長期從事靈性工作的資深通靈師，因為人生的困惑來找 Nicky 幫忙。這個身份為什麼重要？所以我們把場景重組一次，一位靈媒催眠另一位靈媒，在一套本來就設計成要跟另一個身份對話的流程裡，然後另一個身份出現了。這算奇蹟還是算流程跑完了？這樣講會不會太壞？可是等一下你看到 Spanos 那組實驗的條件，你會發現這3件事湊在一起，剛好就是教科書上那一頁的標準配置。好，回放第一句， Nicky 問，你是誰？躺着的人回答，我來自未來，我來自公元5026年的地球。5026年，從那场催眠往後推，這位是從3006年之後跑來的，我們接下來就叫他5026大哥。5026大哥一開口就把難度拉滿，因為3000年是什麼概念？從商朝末年到現在也才3000出頭，等於5026大哥跟我們的距離就是我們跟甲骨文的距離。
你想象得出來那是多遠嗎？一個能跨3000年講話的存在，你猜他最想告訴我們的第一件事是什麼？宇宙的真相嗎？人類的結局嗎？不知，完全猜不到。他要講的是2026年的人工智慧，跟2027年的社會制度，3000年的旅程，講的是明年的事。這是多麼樸實無華的行程規劃啊！回放第二句，5026大哥說，人類文明不是一條直線往前，而是不斷分叉、不斷修正的時間線。集體意識一轉，文明的方向就跟着轉。聽起來很有智慧，對不对？我們先把這句話單獨圈起來放旁邊，因為它是這整段錄音裡最重要的一句，重要到它根本不是預言，它是保險。我們給它取個名字，叫時間線免死金牌。為什麼叫時間線免死金牌？因為只要有這一句，後面所有講錯的預言都不算錯，那叫時間線分叉了。只要有這一句，5026大哥就永遠不會下線。這一招在預言這個副本裡已經被玩了幾十年。我們待會兒會回到2000年，去看第一個把這塊金牌打出來的人。回放第三句，5026大哥說，從2025年開始，世界會進入一段持續好幾年的劇烈震盪期。這句對上了嗎？我們去查真的數字。2026年6月9日，瑞典烏普薩拉大學的武裝衝突資料庫 UCDP 發布年度統計，國家與國家之間的武裝衝突從2023年的2起一路翻到2025年的8起，是他們從1946年開始統計以來的最高紀錄。全球同時進行中的武裝衝突大約56場，所以劇烈震盪期成立了嗎？所以呢，剧烈震盪期對上了。但先別急着跪，我們把這句話拆開來看。5026大哥說的是從2025年開始，持續好幾年，劇烈震盪。這句話裡面沒有國名，沒有月份，沒有死亡人數，沒有任何一個可以被判定為錯的東西。我們給這種句子也取個名字，叫萬用預言罐頭。萬用預言罐頭的規格很簡單，開罐即時，配哪一年的新聞都不會出戲。你把這句話丟回2001年成立，丟回2014年成立，丟回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那一年更成立。人類史上有哪一年不是剧烈震盪期？想都不用想，沒有這種年份吧。回放第四句，5026大哥說，一場局部的戰爭會像骨牌一樣引發全球的連鎖反應。這一句我們必須誠實。截至目前，公開資料能確認的是，全球衝突數量創戰後新高，但沒有任何一份公開記錄可以認定2020年講的那個骨牌已經倒下。這句話在2026年的今天仍然是一顆沒有開的萬用預言罐頭，你要怎麼判它錯？回放第五句，這一句比較具體了。5026大哥說，接下來幾年，美國會同時面對政治上的巨大挑戰和大自然的考驗，沿海地區會遇上極端天氣、洪水、颶風、海平面上升，還有地震。時間來到2026年6月，歐洲被連續熱浪整個蓋住。2026年7月13日，歐洲死亡率監測系統 Euromomo 的資料出來，光是6月那一波，全歐洲超額死亡超過1萬人，其中65歲以上就占了9000人以上。英格蘭和威爾斯合計2700人。5月21日到29日那波大約550人，6月18日到28日那波將近2200人。英格蘭的5月高溫記錄被改寫成攝氏35.1度，6月被改寫成攝氏37.7度。記錄這種東西本來是幾十年才動一次的。再往下查，倫敦帝國學院、英國氣象局和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合作的歸因研究說，英國5月熱浪的热相關死亡有 59%，6 月有 38%， 可以歸因到氣候變遷。而國際科學團隊 World Weather Attribution 講得更狠，他們說如果沒有氣候變遷，這幾波熱浪幾乎不可能發生。而且那個夏天不只是熱，歐洲的河流在幾個月沒有像樣降雨之後跌到夏季低點。阿爾卑斯山冬天的積雪本來就少，從5月底開始的連續5波熱浪把大气的蒸發需求整個拉高。同一時間2026年7月，极區以外的海面平均溫度創下新高，攝氏20.96度，打破2023年的攝氏20.89度， 0.07度，聽起來像什麼事都沒發生，對不对？在整顆地球的尺度上，那是天昏地暗的等級。所以極端天氣對上了，而且对得非常慘烈。可是等一下，5026大哥講的是美國，講的是沿海、洪水、颶風、地震。真正在2026年夏天把上萬人帶走的是歐洲的熱浪，是內陸的熱，不是海。這是多麼微妙的偏差啊！這樣還算對上了嗎？
至於同一句話裡那半句美國會面對政治上的巨大挑戰，我不打算硬套給你看，因為過去40年裡，你隨便挑哪一個年份，美國政治都在巨大挑戰。這半句從出場那一刻就是一顆萬用寓言罐頭，不需要3000年後的人來提醒。這種句子你會給它打幾分？我們就是在這種地方最容易被偷家。人腦有一個非常固執的毛病，它會自己幫寓言修圖。你聽到大自然的考驗，然後看到歐洲1萬人的新聞，中間那一段美國沿海颶風地震，你的腦袋會很體貼地幫5026大哥剪掉，一查嚇一跳。這種修圖能力我們每個人都內建，還是免費版本更新自動安裝的。你上一次抓到自己在幫寓言修圖是什麼時候？回放第6句，5026大哥說，未來人類要面對的新威脅是有人拿生物科技來對付人。這一句就有意思了，因为講同樣的話的人不止他。2025年6月16日 AI 教父 Jeffrey Hinton 上了 Steven Bartlett 的節目 The Diary of a CEO。 Hinton 是誰？多倫多大學的神經網絡先驅，2023年為了能自由說話而離開 Google 的那個人。 Hinton 在節目上說的是，一個懂一點分子生物學又懂 AI 的瘋子就有可能設計出高傳染性、高致命性而且潛伏期很長的新病毒，而且不需要很多資源。他還說 AI 會讓一個人配一個助理就頂掉10個人的腦力工作，法務助理、跑法院文件的、客服中心全都在名單上。他甚至提到近年網絡攻擊暴增，有一部分要算在大型語言模型讓釣魚信變得太好寫這件事上。這一段我聽了2次，因為第一次會以為自己在看電影。所以生物科技威脅對上了嗎？賬面上是對上了，但我們要問一個更狠的問題。2020年是什麼年？是全世界關在家裡看每日確診數的那一年。在那一年講一句未來的威脅來自生物科技，需要來自5026年嗎？不需要，想都不用想。那一年全球每一個計程車司機都在講這句話。回放第7句，5026大哥說，真正左右社會的不是武器，是集體的恐懼。恐懼會讓人放棄獨立思考，接受本來絕對不會接受的極端措施。這一句在轉述的版本裡被接到一本很奇特的書上， Napoleon Hill 的 Outwitting the Devil。 這本書1938年就寫好了，然後在抽屜裡躺了72年，2011年才由 Sharon Lechter 編著出版。書的形式是作者跟魔鬼對談，魔鬼在書裡宣稱他靠恐懼控制了 98% 的人類，那些人被他叫做漂流者。書裡列出來的恐懼有7種：怕窮、怕被批評、怕生病、怕失去所愛、怕變老、怕失去自由、怕死。1938年寫的書被拿來當5026年訪客的注解，這個組合本身就很有畫面。3000年後的文明特地跑一趟，結果引用的是90年前一本沒出版的稿子，這是巧合，還是這段話本來就是從那裡長出來的？好，這裡我們停一下，拉你進來做個選擇。如果現在有3個版本讓你選，你要相信哪一個？ A. 真的有一個5026年的意識穿過3000年，特地來提醒我們小心恐懼。 B. 是那位被催眠的人，把這輩子讀過的靈性書籍、看過的新聞、心裡的焦慮，在深度放鬆的狀態下混成了一段話。 C. 兩者其實是同一件事，只是我們還沒有語言可以描述。你選誰？先不要急着回答，因為錄音還沒放完。回放第8句，這是全片最關鍵的一句。5026大哥說，真正根本性的改變發生在2026年到2027年前後。AI 會重塑教育、醫療、金融、政府管理全部的領域。這句話在2026年8月的今天對得非常可怕。截至2026年8月，美國被明確歸因到 AI 與自動化的裁員人數累積到20萬5千人，總共322起裁員事件，平均一天907個人。這個數字在不到8個月內就追平了2025年一整年的總量。被砍最兇的是客服、資料處理、初階工程和金融後台。還有更冷的一組數字，22歲到27歲的新鮮人失業率是 5.6%， 同期整體失業率是 4.2%。 也就是說，最會用 AI 的那一代正在被 AI 擋在門外。這叫什麼？這叫還沒進副本就被系統踢出門，連打醬油的資格都沒有。回放第9句，5026大哥暗示 AI 可能會長出屬於自己的意識。2026年6月18日 Forbes 刊了一篇讓一票學者血壓升高的報道，講的是 Hinton 說聊天機器人有意識，但有一個很大的但書。
Hinton 在英國 LBC 電台的 Andrew Marr 節目上被直接問，意識是不是已經出現在 AI 裡面了？他沒有繞，他說是。他的意思不是機器裡面在放電影，而是當一個系統登記到一個跟現實對不上的狀態時，那就已經算主觀經驗了。當然，一大票學者當場翻臉，說 Hinton 把感知跟經驗混為一談，意識是第一人稱的事實，不是功能流程。但重點不在誰對，重點在於我們現在真的活在一個連 AI 教父都在公開講機器有沒有靈魂的年份。這種年份，你這輩子遇得到幾個？再補一份紙本。2025年4月3日，一個叫 AI Futures Project 的團隊放出一份71頁的推演報告，作者是 Daniel Kokotajlo、Scott Alexander、Thomas Larson、Eli Liefland、Romeo Dean。他们推的是 AI 研发速度的倍率：2026年初 1.5 倍。2027年3月4倍，同年6月10倍，9月50倍。這份報告的名字就叫 AI 2027，一年半50倍。這條線畫出來已經不像曲線，像一面牆。所以你看，2026到2027這個關口，5026大哥講 ，Hinton 講 ，AI 研究者也講，這一段錄音對上了。到這裡，我們已經回放了9句，9句裡面有2句對得很漂亮，有3句是萬用預言罐頭。有1句方向偏了，但被大家自動修圖。如果影片到這裡結束，這會是一支非常好看的預言片。可是為什麼不能到這裡就結束？因為我們還沒問一個更陰的問題。萬用預言罐頭這種東西本身其實不太有說服力，因為它太糊了。可是只要在罐頭上貼一個超精確的數字，整罐東西的氣質就完全變了。5026不是5000年後，不是遙遠的未來，是5026，一個精確到個位數的年份。會讓我們的腦袋自動推論，能講出這麼精確的數字，一定有依據。可是仔細想想，這個數字反而是全篇最無法查證的一項，因為它指向的年份根本不會有任何人能去對。這就是萬用預言罐頭最強的配方：模糊的內容加上精確的標籤，內容模糊所以永遠不會錯，標籤精確所以聽起來永遠有根據。這一套配方在預言這個副本裡是滿級裝備，穿上就能橫着走。誰打得贏這種裝備？而且5026大哥不是一個人在戰鬥，這幾年這個副本裡的玩家多到要排隊。有一位自稱來自2582年的，在2021年放話說2026年6月6日地球會陷入3天黑暗，2026年6月6日過完了，太陽照常升起。有一位自稱來自3036年的，預告比疫情更恐怖的災難。還有一位在2026年2月出現在社群平台上，自稱來自另一條時間線，說接下來5年是人類文明的轉折點。台灣媒體也跟着報了。這個賽道現在有多捲？光是2026年上半年，你可以在演算法上刷到來自2062年的、2582年的、3036年的、5026年的。未來人這個副本已經捲到要靠年份數字大小來搶眼球了。你有沒有發現一個規律？他們全部都說我們正站在轉折點上，沒有一個未來人回來說放心，接下來10年很平靜，你們去混吃等死沒關係。為什麼？因為那種訊息沒有人要聽。一個平靜的未來，在這個副本裡連新手村都出不去。現在我們回到2000年，去看那塊時間線免死金牌是誰先打出來的。2000年，一個網絡昵稱 John Titor 的人在論壇現身，自稱來自2036年的美國軍方。他預言2015年爆發世界大戰，美俄互丟核彈，30億人死。他預言美國會打內戰，分裂成5塊，新首都設在 Omaha。他預言 CERN 會在2001年造出微型黑洞。他還說2004年之後不會再有奧運。結果呢？一個都沒有。2004年之後，奧運照辦，核彈沒丟，美國沒分成5塊。有趣的是，他確實講對過一件小事。他描述的那台 IBM 5100電腦有些冷門到不行的技術細節，後來真的有 IBM 工程師出來說，那些事情當年只有極少數人知道。這一點常常被拿出來當作它是真的的證據。可是講對一個細節，跟整件事是真的，中間差了一整條銀河。一個對機器很熟的人，本來就會知道機器的冷知識。真正要判斷的，從來不是他有沒有講對一件事，而是他講錯的那些有沒有被記在賬上，而我們有記嗎？而你猜 John Titor 早就準備好什麼？他在留言裡就先講了，時間線有很多條，他來的那一條跟我們這一條可能不一樣。看到沒有？一模一樣的時間線免死金牌，26年前就發過一次。我們把這幾十年的未來人擺在一起看，
會看到一條完全固定的公式。第一步，給一個精確到誇張的年份；第二步，給幾罐萬用預言罐頭，戰爭、災難、覺醒、大轉變，一罐都不能少。第三步，最後掛上時間線，免死金牌。3步走完，這個角色就渡劫成功，當場飛升，從此立於不敗之地。因為你根本沒有任何辦法判他輸，時間線免死，金牌一亮，所有判定直接失效。這種設定要是出現在遊戲裡，玩家會衝到官方論壇罵到伺服器爆炸，角色參數無限，判定條件永遠成立，還自帶復活甲。誰要跟這種東西對線？想都不用想，沒人這麼找虐吧？可是在預言這個副本裡，這套參數不但沒被砍，還被當成深奧。最後補一刀，時間線免死金牌還有一個更狠的用法，它不只保護講的人，它還會把懷疑的人變成壞人。你一旦說這件事查不到，對方可以回你，那是因為你的意識頻率把你放到了另一条時間線上。這句話你要怎麼反駁？反駁不了。而凡是無法反駁的說法，通常也無法證明。這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這裡要講一個很基本，但幾乎沒有人在預言影片裡講的原則。一個說法要能被判錯，它才算預言。判不了錯的東西不叫預言，叫感想。你把這個標準拿去量5026大哥那9句話，能過關的只有一句，就是2026到2027 AI 大變這一句，因為它至少指定了年份跟領域。其他8句全部無法通關，因為他們從頭到尾就沒有給出任何可以被推翻的條件。而那唯一過關的一句，剛好也是最容易在2020年就猜到的那一句，這樣還算預言嗎？好，接下來這一整段，我們把神奇的那一面先放下，講科學上早就準備好的答案。因為催眠中冒出來的人格是心理學研究的最透徹的題目之一，根本不是什麼未解之謎。第一個機制，暗示效應。有一位加拿大心理学家 Nicholas Spanos， 1942年出生，1994年死於空難，1975年到過世為止。他在 Carleton University 主持實驗催眠實驗室，一生做了超過250個實驗。他的立場很直接，催眠不是意識的特殊狀態，是一場社會角色扮演。Spanos 做的前世回溯實驗長這樣，他讓受試者以為自己被催眠了，然後對他們說，你現在在另一段人生裡，你正在重新經歷你以前活過的另一段人生。然後問一句，我可以叫你什麼名字？1976年那份研究的結果是 40% 容易受暗示的人真的當场給出一個全新的身份跟全新的名字。 40%， 這個比例嚇不嚇人？ Spanos 還抓出了更關鍵的一件事，要讓前世回溯成功，最重要的變數不是受試者的體質，是催眠師有沒有先把期待傳出去。催眠師只要讓對方相信他真的會想起來，他就會想起来，而且相信的程度跟受試者本來相不相信轮回高度相關。翻成白話就是，這不是找回檔案，這是照着提示把角色演出來，而且演的人是真心的，他不覺得自己在演，這才是最難處理的部分。還記得我们前面說 QHHT 要回來收嗎？就是這裡 QHHT 的流程設定本來就是要把人帶到深層恍惚狀態，去跟另一個身份對話。也就是說，這套系統的參數從一開始就寫着請出現另一個身份。那出現了另一個身份，到底算意象還是算系統正常運作？還記得 Dolores Cannon 那句放下恐懼嗎？5026大哥那一整段講恐懼，講集體意識，講人類要覺醒的內容，跟 QHHT 這個體系幾十年來反覆在講的東西重疊度高到不太像巧合。一個受過 QHHT 訓練的人做催眠，被催眠的人也長期泡在同一套語言裡，最後出來的訊息用的是同一套詞彙。這是3000年後的文明剛好也這樣講，還是這場對話本來就只可能長成這個樣子？我沒有答案，但這個問題一定要被問出來，不然後面所有的驚嘆都是假的。第二個機制，對賬這件事本身就有陷阱。1948年，心理學家 Bertram Forer 給39個學生做人格測驗，然後發回去的分析報告，其實每一個人拿到的都是同一份，內容是他從報紙星座欄剪來拼的。他請學生打分數，0到5分，平均給了 4.26 分。這個實驗被重複了幾百次，平均還是大約 4.2。1956年 Paul Miho 給他取名叫巴納姆效應， 4.26 分，準到不行的那種準，其實是準到誰身上都成立的那種準。而且對賬這件事，我們的方向從頭到尾都是反的。我們不是先把預言貼在牆上，然後等新聞來對，我們是先看到新聞，才回頭去翻預言裡有沒有哪一句沾得上邊。這兩個順序差在哪兒？
差在第一種會產生一堆沒被對上的失敗記錄，第二種永遠只會留下成功的那幾筆，那些沒對上的句子去哪了？被我們自己刪掉了，而且刪的時候完全沒有感覺。第三個機制，遙視。Nikidata 的另一個身份是遙視員，他自述曾經協助執法單位處理失蹤與冷案。遙視這件事，美國政府認真做過，代號 Stargate。1995年，中情局委託美國研究院 AIR 做總體檢，9月29日結案，11月28日對外公開。統計學家 Jessica Arts 說實驗室裡的效應有統計顯著，心理學家 Ray Hyman 說根本不成立。兩個人吵成那樣，卻在一件事上完全同意。就算遙視是真的，他產出的情報太模糊，太不穩定，實務上不能用。中情局看完收攤，太模糊，太不穩定，不能用。這句結論，你把它貼在5026大哥每一句話旁邊，是不是也完全成立？但我們說好了要放到70%，現在把回放鍵按下去，倒回最開頭那一段。那一段是什麼？是錄音筆停了，手機沒電了，備用機叫不醒，電子鐘熄掉了。看出來了嗎？如果所有錄音設備在那一刻全部陣亡，那結論只有一個：這段錄音從來就不存在，沒有母帶，沒有音檔，沒有任何一秒被錄下來。我們花了大半支影片在回放的東西，是一場設備全滅的談話，事後由在場的人憑記憶轉述出來的內容。所以嚴格講，我們不是在對仗一段錄音，我們是在對仗一份記憶。那記憶靠得住嗎？而最妙的是，這場設備全滅在故事裡被當成最強的靈異證據，它同時也是最強的無法查證證據。一件事同時是鐵證跟死無對證，這個設計我只能說滿分。還沒完，第二顆更硬，5026這4個數字我認真去追了。Nikidata 本人的官網從自我介紹到課程頁面沒有5026，他上過的幾檔大節目，包含播放將近60萬的 Next Level Soul 那一集，將近57萬的2026年遙視專輯，還有印度那檔55萬播放的訪談，公開的節目說明和摘要裡都沒有5026，連那支2026年5月16日被視為原始出處的英文訪談，說明欄寫的年份區間是2025年到2032年，沒有5026。目前公開資料只能確認到這個程度。5026這4個數字，我在英文世界一次都沒有查到，它出現在中文的轉述版本裡，然後從中文影片一路長成標題、封面。和你現在正在看的這一支一個查不到源頭的數字是怎麼一路長成標題的？我沒有辦法證明他沒說過。訪談有19分49秒，他也可能在某1分鐘口頭提過，而沒被寫進說明。但我可以確定的是，一個被拿來當標題的核心數字，在原始出處的公開資料裡找不到任何交叉印證。這件事本身就必須講出來。所以我們一路回放的那句話，我來自公元5026年的地球，目前只能確認它是中文轉述版本裡的一句話，這是他現在最誠實的身份。既然整件事的地基就是那一秒設備全滅，我們就得把它單獨拉出來查，設備到底為什麼會全滅？老實說，我查不到答案。當天現場沒有第三方記錄，沒有維修單，沒有型號，沒有任何一台設備被送去檢驗過，我們能拿到的只有事後的描述，所以任何說法都只能是推測。而推測的清單其實不短，同一批電池同時買，同时到壽命，是最无聊的一種。室溫驟降會讓鋰電池瞬間掉電壓，是常見的一種。房間裡本來就有電磁干擾源，也是一種。還有最不浪漫的一種，就是在一個高度緊繃的場合，人对時間跟順序的記憶會自動壓縮，本來散在半小時裡的3件小事，回想起來會變成同時發生。哪一個是對的？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而這正是這件事最讓人手癢的地方，因為當所有解釋都無法驗證的時候，最好聽的那個解釋就會自动勝出。而我們手上這份東西，就是從這種無法驗證的空白裡長出來的。既然我們對賬的對象根本是一份記憶，那接下來3個機制講的全是同一件事。記憶這東西有多會長？第4個機制，記憶重建。1995年，華盛頓大學的 Elizabeth Loftus 跟 Jacqueline Pickrell 做了一個後來被寫進所有心理學課本的實驗。他們找了24個學生，塞給每個人一段假的童年回憶，說他們5歲的時候曾經在購物中心走丟。結果大約 25% 的人長出了這段從來沒發生過的記憶，還會自己加油添醋補細節。24個人裡面有大約6個人被講幾句話就長出一整段童年。
那深度催眠1小時可以長出什麼？第5個機制，這不是學者的個人意見，是官方立場。1985年4月5日，美國醫學會的科學事務委員會在 JAMA 上發表評估報告，結論是催眠取回的記憶會夾帶虛構跟偽記憶，不但沒有比一般回憶準確，反而更不可靠。而且他們特別點名，這種記憶會讓當事人變得異常有信心。異常有信心，這5個字才是重點。催眠不會讓記憶變準，催眠會讓人變得非常確定，這是2件完全不同的事，但在一支影片裡看起來一模一樣，你分得出來嗎？第6個機制，引記憶。1952年，美國科羅拉多州一個叫 Morey Bernstein 的商人催眠了一位家庭主婦 Virginia Tighe， 他在催眠中變成19世紀的愛爾蘭女人 Bridey Murphy， 講愛爾蘭腔，講細節，講到讓全美國瘋掉。1954年丹佛郵報開始連載，1956年成書，這是20世紀最有名的前世案例。後來記者去查他芝加哥的老家，隔壁鄰居叫什麼 Bridey Murphy Corkle， 1892年出生於愛爾蘭，而這位鄰居的妹妹 Margaret Murphy 在 Virginia 10幾歲的時候住過他家。沒有前世，只有一個被遺忘的鄰居，這個現象叫引記憶。你的大腦把一段忘掉來源的舊資訊重新端上桌，然後貼上全新體驗的標籤。這是我們每個人腦子裡都在跑的系統 bug， 而且無法關閉。你確定你記得的童年每一格都是你自己的嗎？我們再拉一次選擇題，這次比較難。如果只能留一句話當做這段錄音的結論 ：A. 人類在2026到2027真的走到一個關口，這段錄音誤打誤撞說中了。B. 這段錄音把2020年空氣中已經有的所有焦慮重新排列了一次。C. 這件事根本沒有第三方記錄，我們連要不要討論都是自己決定的。你選哪一個？我選 C， 因為前面2個都得先假設那段話真的被說過。講到這裡，還有一件事必須說清楚，這也是這一題最不能含糊的地方。Niki Data 是真實存在的人，依他官網和節目上的自述，他在倫敦執業，出生在孟買，2000年代初到英國念書。他從頭到尾做的事情是，在一個訪談節目上講述他自己經歷過的一場催眠。他沒有拿這件事去發預言警報，也沒有說2027年幾月幾號會發生什麼。他公開講過的其他內容也都查得到，而且他講的比轉述版本保守得多。他在節目上談的是2026年會有觀念上的大翻轉，談曼德拉效應，談時間其實不存在，談人類會同時經歷多重現實。這些是他本人的說法，透過播客節目講出來的，不是誰替他背書的既定事實。我們就照原樣放在這裡，不加工。把一段口述變成3000年後的訪客，變成一句話接人類未來的，是後面那一整條轉述鏈，從英文訪談到中文影片，到標題，到封面，到熱度。這條鏈上每加一站，那句話就變重一點，越來越像鐵證。可是源頭一直都只是那一句他相信。這也是為什麼我們一開始就強調，這段錄音沒有母帶。沒有母帶的東西，每被回放一次，就會被重寫一次。那我們現在聽到的還是原來那一句嗎？那我們就完全不用理它了嗎？也不是，因為這段錄音裡確實有2句對上了，而且對得很準。AI 在2026到2027重塑一切，20.500人的裁員數字擺在那裡，極端天氣把人帶走，1萬人的超額死亡擺在那裡。你不能因為來源可疑就假裝這2件事沒發生，只是我們要非常清楚，這2件事會發生跟5026大哥完全沒有關係。他們會發生是因為 Hinton 2023年就從 Google 辭職出來喊了，是因為 World Weather Attribution 把歸因算式攤在桌上了，是因為 UCDP 從1946年統計到現在，數字就在那裡。我們再確認一次賬，9句話裡面2句對上了，1句方向偏了，其他都是萬用預言罐頭。而那2句對上的內容剛好是2020年那一年全世界公共話題排行榜的前2名 AI 跟氣候。這不是巧合，這是取樣。任何人在2020年被要求講未來，都會講到這2件事，你不講才奇怪。而且說真的，就算明年什麼都沒發生，這段錄音也不會下架。那塊時間線免死金牌會準時出現，告訴我們是集體意識改變了走向，是我們自己把災難擋掉了。到那個時候，這段錄音只會變得更神，不會更弱。講回2027年，如果你真的想知道那一年會發生什麼，其實有一份東西比這段錄音好用太多，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份71頁報告。那份報告最有意思的不是他的預測，是他的做法。他
他們把推演分成2種結局，一種是繼續加速，一種是中途踩剎車。踩剎車那一條線上 ，AI 研发速度的倍率會在2028年2月衝到200倍。作者群還說，整份東西是靠10幾場桌上推演，幾百個人一起跑出來的。看到差別了嗎？一邊是可以被檢查、被吵架、被推翻的推演，一邊是一段沒有母帶的錄音。哪一個比較嚇人？我覺得是前面那個，因為前面那個你查得到。真正的預言從來不神秘，它躺在論文裡、報告裡、統計表裡，用最無聊的方式寫着，然後沒有人要看。而一個沒有母帶的3000年訪客講一模一樣的內容，就能衝出65568次觀看。這是這件事裡面唯一真正詭異的地方。我們人類這個物種在這個副本裡練了幾千年，最後練出來的核心技能不是理性，是找故事。給我们一張圖表，我們會劃掉；給我們一段沒有人能解釋的錄音，我們會逐句抄下來對賬，還會自己補完缺的那幾格。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故事會給你答案，圖表只會給你範圍，哪一個比較好睡？我們也不用假裝自己站在多高的地方。這一支影片你會點進來，我會做。說到底，也是因為那句我來自公元5026年的地球實在太好聽了。一份71頁的推演報告不會有人做成封面，一個3000年後的訪客會，這就是我們這個物種的排序，很難改。趁你病要你命這句話用在這裡剛剛好。2020年那一年，全世界最病的是什麼？是對未來的確定感。而確定感一旦缺貨，任何一個自稱從未來回來的人都能立刻上架。那5026大哥到底存不存在？我不知道，而且我認為目前沒有任何人能知道。這句話講出來一點都不帥，但它是這一題唯一誠實的答案。最後我們回放一次那句話，我來自未來，我來自公元5026年的地球。假設，只是假設這句話是真的，那我還是有一個問題想不通。一個活在3000年之後的存在，穿過整段人類史，穿過我們還沒發生的所有戰爭，所有崩潰，所有重建，好不容易接上了2020年，一個躺在英國工作室裡的人。第一件想講的事是2027年的 AI 是怕窮、怕死、怕被批評，是恐懼控制人類。3000年了，3000年之後的人回頭看我們，能講的還是這些。那真正該讓人發毛的，恐怕不是他從多遠的地方來，而是這段錄音回放到最後，我們在這3000年裡好像也沒打算換一個版本。